大家去市场买鱼时，很多人总爱盯着那些昂贵的鱼种，三文鱼、鳕鱼、大黄鱼，认为只有价钱高的鱼才营养好吃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有一些价格亲民的鱼，不仅肉质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很多还是野生生长，没有人工养殖的抗生素残留。这些平价好鱼可是藏在市场里的宝贝，内行人早就专挑它们下手。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6种价格便宜又美味健康的鱼，看看它们凭什么让老饕们趋之若鹜。首先强调一下，便宜不代表差，许多便宜的海鱼个头不大，成长迅速，反而更安全，体内重金属含量往往比深海大鱼低，而且野生环境长大的鱼普遍运动量大，吃天然饵料，所以肉质结实，风味佳。话不多说，赶紧来看看都有哪6种物美价廉的好鱼上榜，说不定你也吃过，却没发现它们的优点。第一种是海鲶鱼不起眼的小丑鱼，入口竟然嫩得化渣。有些人逛市场时看到一种灰溜溜的丑鱼，头大扁平，还长着几根胡须，在水桶里甩来甩去，常常没人愿意买。其实这就是海鲶鱼，因为模样像泥鳅加泥鳅，小贩戏称它狗杠子。别看它长相平平，懂行的都知道，海鲶鱼可是物超所值的鲜美好货。为什么说海鲶鱼鲜美？首先，它生活在近海海底，属于底栖小鱼，平时以小虾小蟹为食，肉质特别细腻，没有腥土味。海鲶鱼和河里的土鲶鱼不同，海水环境让它的肉没有泥腥气，入口软嫩香甜。很多老饕第一次吃海鲶鱼都惊讶于它柔嫩的口感，炖煮后鱼肉一碰筷子就散，放进嘴里几乎不用嚼就化开。难怪有人说海鲶鱼是嫩的化渣。海鲶鱼的优势还不止嫩，它身上没有鳞片，清理起来非常方便，刺也极少，基本只有一根主刺，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满嘴细刺卡喉咙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。更妙的是，海鲶鱼特别耐活，离开海水也能存活较长时间，因此渔民一网打上来，常常到市场时它还活蹦乱跳。买鱼最讲究一个鲜字，活鱼现杀自然比冰鲜更美味，海鲶鱼正好满足了这点。很多早起的老大爷大妈赶集，见到水桶里挺着胡须游动的海鲶鱼，就知道这鱼够新鲜，赶紧买几条回家。营养方面，海鲶鱼也是低调的健康明星，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鱼类，肉质细腻易消化，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。由于是野生鱼，没有人工饲料的干扰，营养成分更加天然均衡。海鲶鱼所含的钙和磷比较高，有助于小孩长身体和老人补骨质。另外，它脂肪含量不高，属于清淡不油腻的白肉鱼，搭配豆腐一起炖煮还能补充钙质。难怪沿海居民喜欢做一道经典的海鲶鱼炖豆腐，汤汁乳白浓郁，鱼肉嫩滑入味。据说常吃这道菜，小朋友个子蹭蹭长，老人家也更有精神。说到这里，你还觉得其貌不扬的海鲶鱼不值一提吗？恰恰相反，作为春天海鲜市场上的时令平价鱼，海鲶鱼每到上市季节都很抢手。很多鱼贩一清早抬来一桶狗杠子，不用吆喝就被懂行的人挑光。下次逛市场可千万别被它丑萌的外表欺骗，试试买几条回家红烧或炖汤，你会发现这几块钱一斤的小鱼，鲜美程度一点不输那些动辄上百元的名贵鱼呢。第二种是带鱼全平价家常却营养丰富的小银带，野生无骨，安心吃。带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很多人从小吃到的海鱼之一。它身长狭长侧扁，银光闪闪，像一条带子，因此得名带鱼。在海产丰富的年代，带鱼曾与黄花鱼、鲳鱼、小黄鱼并称为4大海产，地位可见一斑。然而现在一些人嫌带鱼便宜，觉得不如深海鱼高档。其实带鱼不仅价格实惠，还是实打实的健康美食，称得上物美价廉的典范。先说味道，带鱼肉质细腻柔软，汁香浓郁，和多数白肉鱼不同，带鱼属于稍肥美的鱼类，肚子和皮下有一层油脂，正是这层丰富的鱼油让带鱼特别香。经典的红烧带鱼，煎至金黄后和酱汁一烧，表皮焦香裹着鲜甜，内里鱼肉软嫩入味，下饭一流。在很多人记忆中，过年餐桌上一盘红烧带鱼
象征年年有余的好彩头。而清蒸或盐烤带鱼口感鲜甜不腻，小孩子特别喜欢。带鱼的鱼刺也很友好，只有一根贯穿全身的大骨，几乎没有细刺，吃起来省心不少。带鱼为什么便宜又好？关键在于它无法人工养殖，市面上卖的几乎都是野生货。带鱼是洄游性的深海鱼，一生要长距离迁徙产卵，离开广阔的大海和深水高压环境就活不下去。在人工池塘里压根养不活带鱼，所以不法商贩也无法用养殖鱼充当野生鱼来卖。我们买到的带鱼基本都是海里捕捞上岸后速冻运输的，新鲜度有保障，而且野生带鱼吃天然饵料长大，不会像养殖鱼那样可能残留抗生素或激素，吃着更安心。有人可能担心海鱼重金属高，但带鱼属于中型鱼，个头适中，生长年数不长，体内蓄积的重金属远低于大型深海鱼，比如金枪鱼或鲨鱼，所以只要适量食用，新鲜的带鱼其实是非常安全的海产品。营养师提醒，带鱼还是人体需要的优质脂肪酸的重要来源。带鱼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 DHA、EPA 含量高，可不比深海三文鱼少。常吃带鱼有助于降低血脂，保护心血管，还对大脑发育有好处。带鱼肉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很丰富，有利于视力和骨骼健康。更巧的是，带鱼银亮的表皮富含一种特殊物质鱼磷酸及鸟嘌呤结晶，不仅让它在海中保护自己，反射阳光，还能入药润肤。在过去物资缺乏时代，聪明的祖辈甚至会把带鱼皮上的银粉收集起来，用来制作珍珠粉或化妆品，可见带鱼浑身是宝。每年深秋和初冬是吃带鱼的最好季节，这时候的带鱼经过夏秋养肥，体态肥厚，油脂丰满，煎出来喷香四溢。在沿海渔港，新鲜带鱼一上岸便被抢购一空，市场上稍迟一步就只能买冰鲜的了。不过即便是冰鲜，带鱼价格也很亲民，一条半斤左右的带鱼价格远远比同重量的三文鱼片便宜，但论滋味和营养，带鱼毫不逊色。所以别再一味追捧那些养殖的网红鱼了，咱们家常菜里的这条小银带才是实惠又健康的餐桌明星。第三种是鲅鱼腩，平价深海小鲨鱼， DHA 含量不输三文鱼。在北方沿海，每到春末夏初的渔汛时节，码头上总能看到大马力的渔船满载而归，带回来的明星捕获就是鲅鱼。鲅鱼也叫马鲛鱼，属于青鱼的一种，它体型纺锤流线型，行动敏捷，肉食性很强，有海中猛虎之称。听起来很威风，但鲅鱼做成菜可是极其亲民，美味又便宜。在胶东半岛一带，甚至有无鲅鱼不成席的说法。鲅鱼的美味首先体现在鲜香多汁的肉质上，它属于典型的中脂鱼类，鱼肉呈粉红色，说明富含肌红蛋白和油脂，这让鲅鱼的肉质紧实却不干柴，味道格外鲜浓。无论是煎烤还是清蒸，鲅鱼都能散发出浓郁的鱼香。北方人最爱用鲅鱼包饺子或做鱼丸，将新鲜鲅鱼剁成鱼浆，加葱姜调味后包馅，煮出的鲅鱼饺子鲜嫩弹牙，汤汁四溢，堪称一绝。在海南等南方地区，马鲛鱼常被切成厚实的段状清煎或咖喱烩制，肉质细密入味，非常下饭。比起肉质水嫩的带鱼，鲅鱼的口感要更结实有嚼劲，属于越吃越香的耐品型。从健康角度看，鲅鱼的营养价值一点不输给那些价格高出数倍的深海鱼，它是典型的高蛋白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种。尤其让营养师们津津乐道的是，鲅鱼丰富的 DHA 和 EPA 含量对促进大脑发育、保护视力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益处。很多人花大钱买进口三文鱼补 Omega-3， 其实每百克鲅鱼中的 DHA 含量并不逊色，而且鲅鱼胜在纯野生生长，不用担心养殖三文鱼中可能存在的人工添加物。除此之外，鲅鱼还富含维生素 B12 和硒元素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鲅鱼的刺也不算多，一般把中间那根主刺剔出来就几乎没有小刺了，非常适合做给孩子和老人吃。为什么说鲅鱼是平价深海小鲨鱼？
原来鲅鱼虽然学名里带个鲛字，其实并非鲨鱼，但性情凶猛嗜杀，是海洋中的高阶猎食者。不过它个头相对不大，常见的一条在2-3公斤左右，生命周期短，因此体内重金属积累有限，属于健康安全的食用鱼。鲅鱼对生存环境要求高，上船后很难长时间存活，所以至今也没有成熟的人工养殖技术。市面上的鲅鱼几乎清一色是靠海捕。每年5-6月是北方鲅鱼最肥美之时，也是大量上市价格最低的时候。懂门道的主妇们都会趁此时多买几条冰冻起来慢慢吃，用有限的预算为家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深海营养。可以说，鲅鱼就是普通百姓吃得起的深海鱼礼物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强健身体。赶海的老渔民常说，鲜鱼要吃跳跳鱼，鲅鱼就属这一村，意思是春捕上岸的活鲜鲅鱼味道最佳，错过就要再等1年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不要再羡慕餐馆里昂贵的深海鱼刺身，多关注市场上鲜蹦乱跳的鲅鱼，它可是大海送给咱老百姓的实惠滋补品。第4种是小黄花鱼汁，曾经的贡品如今平民化，野生鲜味让人一扫而光。提起黄花鱼，很多人眼前浮现的可能是酒楼里一条条昂贵的大黄花鱼。其实黄花鱼有大小之分，小黄花鱼也叫黄鱼，小黄鱼是一种近海集群鱼类，体型比大黄鱼小得多，但胜在数量多，价格低。过去小黄花鱼遍布中国沿海，是渔民常年捕捞的对象，也曾作为干货，咸鱼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。如今大黄鱼养殖的多且价高，而小黄花鱼依然主要靠野生捕捞，价格亲民，却保留了海鱼最自然的鲜味。为什么懂行的人爱买小黄花鱼？首先就是一个鲜字，小黄花鱼以虾蟹为食，肉质细嫩鲜甜，还带有一股独特的鲜香，被称为海中鲜。相传清朝时，大黄鱼是进贡皇帝的山珍海味，而民间百姓则以晒制小黄鱼咸干来佐餐，味道同样鲜美下饭。小黄花鱼蒸熟后，肉质蒜瓣状，一瓣瓣分明，入口滑嫩，而且几乎没有腥味。不少老人家就爱吃小黄鱼，这股原汁原味，清蒸或清汤煮最能体现它本身的鲜美。一盘家常黄鱼炖豆腐，鱼肉鲜嫩，豆腐入味，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经典菜肴。有人风趣地说，小黄鱼一上桌，连挑食的小孩都能白饭扫光光，说的就是它的鲜香魅力。小黄花鱼的营养价值也不容小觑。作为海鱼，它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矿物质，比如硒、碘、镁等，对人体代谢和甲状腺健康有益。特别是硒元素含量高，硒有抗氧化作用，常吃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小黄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有利于神经系统健康。中医则认为黄鱼有补气健脾的作用，对食欲不振或体弱人群很适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黄花鱼的鱼鳔富含胶质，是传统中医滋补的花椒。虽然小黄鱼鱼肚个头小，但干制后也是美容养颜、强身健骨的上品。可以说，小黄花鱼浑身都是宝，难怪从古至今都是老百姓喜爱的养生鱼。那么小黄花鱼为何价格不高？原因在于它个头较小，一般长度10几厘米，单条肉量有限，而且曾经资源丰富，所以一直是平价海鱼代表之一。虽然近海渔业发达，导致数量有所减少，但每年春季，尤其清明前后，依然是小黄鱼的大量上市季节。渔民把满网的小黄花鱼拉回码头，常常直接批发到市场，价格实惠。由于目前人工还难以养殖小黄鱼，养殖的主要是大黄鱼，我们买到的基本都是纯野生的小黄花鱼，味道和营养都更胜一筹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购买时尽量挑选眼睛透明、鳞片完整、肚子没有破损的，这样的小黄鱼才够新鲜。买回家后，无论是清蒸、红烧还是煎炸，都能充分释放它的鲜。很多老广还喜欢把小黄鱼腌制成一夜干，再煎得金黄酥香，也是配粥下酒的绝佳风味。小黄花鱼虽平凡，却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味记忆。每当市场上新鲜小黄鱼大量上市，懂行的主妇总不忘多买些冰冻保存或风干储存，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来自大海的鲜甜。下次别总盯着那些昂贵的大鱼，
试试这些平价又美味的小黄花鱼吧，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布衣也能饱尝山珍味。第5种是包皮鱼披，丑萌马面，长细肉，高蛋白低脂，更健康。包皮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，没错，这种鱼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那层粗糙如砂纸的皮，要吃它得先把皮剥下来，所以人们干脆称它包皮鱼。在北方一些地区也叫它扒皮鱼或马面鱼。马面鱼长相奇特，侧扁的身体搭配一张突出粗糙的大脸，活像卡通里的丑萌马脸。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让人很有食欲，但就是这样一条貌不惊人的小众鱼，在行家眼里却是物美价廉的营养佳品。包皮鱼好吃的秘诀全在那一身细腻柔嫩的鱼肉，由于鱼皮厚而韧，平常吃时都要整张撕掉不要，因此马面鱼没了皮后，鱼身显得瘦瘦小小，但肉质出奇地嫩。它的肉呈蒜瓣状，一瓣瓣洁白紧实，蒸熟或煮熟后很容易用筷子分开。包皮鱼的肉没有细刺，只有中间一根软骨主刺，这意味着几乎整条鱼都可以放心大口吃，不用慢慢挑刺。老人小孩特别适合吃这种鱼，既享受到鲜味，又不担心被鱼刺卡到。至于味道，包皮鱼肉质洁白清甜，没有丝毫土腥和腥气，属于味道比较温和鲜美的那种。很多人第一次尝试，清蒸简单撒点盐，就觉得鲜香扑鼻，超出预期。而红烧包皮鱼更是一绝，鱼肉吸饱酱汁后入口即化，再配上一点鱼干，浓浓的胶质在唇齿间回荡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从营养角度讲，包皮鱼堪称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选择。它的鱼肉瘦且结实，脂肪含量非常低，热量比那些肥美的海鱼低得多，非常适合怕胖又想补充营养的人。包皮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人体吸收力很高，老人和病后体虚者吃点能够强身健体。另一方面，包皮鱼的鱼干也是营养宝库，富含维生素 A 和 D， 有海洋鱼甘油之称。在马面鱼肥美的季节，渔民经常把鱼干单独取出来清炖，汤汁凝稠如奶，营养丰富。小孩子喝了对视力和骨骼发育都有好处。如果你买到了新鲜的包皮鱼，记得鱼干千万不要扔，用清水洗净，加姜葱煮汤或红烧，会发现别有风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包皮鱼也是无法人工养殖的野生鱼之一，它对水质要求很高，又有迁徙习性，加上生长周期长，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规模养殖马面鱼。因此，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包皮鱼几乎都是野生海鱼。因为长相奇怪，受众小，它的价格长期不算高。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物资匮乏时，包皮鱼可是很多沿海家庭补充营养的常见鱼种。那时候每到鱼汛，家家户户买来新鲜的马面鱼，去皮除内脏，简单烧一烧，就是一道美味。如今人们选择多了，包皮鱼反而不那么常见于餐桌，但老一辈一提起，仍赞不绝口。现在一些沿海菜市场上，偶尔能看到新鲜的包皮鱼，价格亲民又没刺。聪明的年轻妈妈们开始把它重新列入菜谱，给孩子换换口味。试想一下，买条丑萌的马面鱼回家，虽然要多花点功夫拔皮，却换来满满一盘雪白细嫩的鲜美鱼肉，是不是很划算？下次遇到可不要错过了。第6种是暗康鱼鳢，深海丑虾变餐桌美味，胶质丰富，媲美补品。如果评选海洋中长相最怪的鱼类，暗康鱼肯定榜上有名。它巨大的扁平脑袋占据身长的一半，宽大的嘴巴里密布尖牙，看起来像童话里的海怪。因为长相丑陋，有人给它起小名叫蛤蟆鱼或癞蛤蟆鱼，可别被外表吓跑。其实暗康鱼的学名安康鱼就寓意健康安康。这种深海丑虾摇身一变，竟然是餐桌上一道令人口水直流的美味，而且营养价值极高，被誉为可以和河豚鱼媲美的顶级食材之一。暗康鱼好吃在哪里呢？重点就在于它全身是软骨，遍体皆是宝。暗康鱼的骨骼都是软骨，没有硬刺。整条鱼除了带皮的大头和内脏，其余部分都可以吃。它的鱼尾肉质紧实洁白，有点类似龙虾肉的口感，Q 弹爽滑，被称为深海龙虾尾。西方高级料理中，
安康鱼尾可是经典的主菜材料，煎烤或煮汤都极受欢迎。而安康鱼的皮、鱼鳍以及肠胃都富含胶原蛋白。在华北地区，人们喜欢把安康鱼全身可食部分剁块一起红烧或炖汤，久煮之后满锅胶质滚滚，汤汁浓郁粘醇，据说喝了能美容养颜、强身健骨。更不得不提的是，安康鱼的肝脏被誉为海中鹅肝。安康鱼肝呈橘红色，肥嫩细腻，日料中常用清酒腌制成安肝，味道醇厚肥美，是很受欢迎的珍馐。在我们国内，很多饕客也会专门购买安康鱼，只为取出那一小块肝来品尝，其余部分拿去炖汤，更不浪费这深海美味。安康鱼如此美味，价格却一直不算高，这是为什么？主要因为2点，一是外形吓人，很多人不敢买不敢吃；二是出肉率较低，一条鱼头巨大，但可食用部分有限。一条5-6斤重的安康鱼，剔除大头和骨架，真正的精华肉也就2斤左右。所以安康鱼常以加工好的鱼肉或鱼段形式出售，价格按可食用部位算并不算太低，但总体算下来，依然比那些动辄上千的河豚、龙虾划算多了。由于安康鱼生活在500到1000米的深海，捕捞不易，且至今无法人工养殖，因此市面上流通的不多，大多数时候是在沿海渔港或大城市超市偶尔才能见到新鲜安康鱼。有幸买到的吃货可是绝不放过，一定买回去大快朵颐。营养方面，安康鱼称得上老少皆宜的滋补佳品，它的肉和肝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维生素，如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B 群，以及钙、铁、锌、碘等矿物质，特别是安康鱼皮和鱼肉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维持皮肤弹性、保养关节都有好处。女性常吃有助于美容养颜，老人食用则有利于骨骼健康。此外，安康鱼还属于高钾低钠食材，心血管疾病患者适量吃一些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更妙的是，安康鱼脂肪含量低，几乎不含胆固醇，哪怕是平日忌口的高胆固醇人群，也可以放心品尝它的美味。难怪在营养专家的眼里，丑陋的安康鱼简直就是披着怪兽外衣的健康宝库。想象一下，寒冷的冬天炖一锅安康鱼豆腐汤，乳白的汤汁咕嘟冒泡，盛一碗喝下去，浑身暖洋洋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这就是深海安康鱼带来的满满能量。别看它貌不惊人，真正品过安康鱼鲜美的人都会爱上这独特的风味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许多昂贵鱼类吹捧的所谓胶原蛋白和营养，在这不起眼的丑虾身上也一样不少，而且价格亲民多了。介绍完这6种价格实惠又美味健康的鱼，你是否对平日里常见的海鱼有了新的认识？它们有的长相其貌不扬，有的名气不大，但每一种都靠真本事征服了老饕们的味蕾。在海鲜档口，懂行的人总是直奔这些野生好鱼，因为深知其中价值。野生无添加，营养丰富，肉质鲜美，价钱还亲民，这样的美食去哪找？反观那些动辄100元1斤的养殖鱼，有些可能还使用了药物催肥，营养未必比得上以上这些大自然的馈赠。所以别再傻傻买贵了，聪明的您不妨跟着行家的脚步，挑选这些平价又优质的鱼回家，掌握好烹调方法，用简单的调味就能带出鱼本身的鲜甜。不管是清蒸、红烧还是煮汤，它们都会给您惊喜。最后温馨提示，买鱼记得挑眼睛清亮、鱼鳞、鱼皮完整的新鲜货。野生海鱼的鲜度对口感影响很大，买回家最好尽快处理制作，锁住海鱼最鲜的时刻。相信只要善加利用这些物美价廉的食材，您的餐桌既能常常吃到海味佳肴，又不用为荷包疼惜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？下次逛海鲜市场，记得把今天介绍的6种平价好鱼列上清单，买回家尝试一下吧。您会发现，幸福美味其实并不昂贵，就藏在这看似平凡的鱼鲜之中。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又开心。